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使用医疗机构进行乞讨。乞讨这个可能不太好听，那用诈骗好了。这种事情很可恶，居然利用这种事情来赚钱。有些民众在医院就医没有付钱就离开，或者是跟社工说他没有钱，需要办分期，然后他拿了诊断证明书跟欠费收据，申请了很多张，到处跟不同的慈善单位申请费用，申请的钱来缴医药费了吗？哎呦，别傻了，10个应该只有1个会回来缴钱，其他9个有钱就拿去花掉了。因为他会觉得这个钱是他讨来的，为什么要拿出来呢？在医疗机构里面有不少病人是这样子，靠欠费来赚钱。对，你没有听错，欠费可以来赚钱。曾经我遇过有一个病人，他跟他的女朋友住在单人房，每周四下午医院的业务科都会发账单，会请一些病人先缴一些预缴款，一些费用。这个病人住在单人房，当业务科给他账单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说：我们没有钱。但是病人却说：没事 OK 的啦，没问题，我有钱。业务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拨电话到社工的办公室来询问是否遇过这样的一个病人，有没有遭会过，请我们需要留意一下。然后这个病人出院账单审好的时候，护理师把账单交给病人，请他到批价柜台办出院手续。这个病人很妙，他直接拿了账单走到社工的办公室，他说他没有钱需要帮忙。结果我看了一下这个名字跟房号，就是前几天业务科打来电话告知的那个病人。医疗费里面除了部分负担之外，绝大部分的钱都是病房差额的费用，就是单人房的费用啦。这个病人的费用全部要用医院的社福贫病基金支吗？真的实在很困难，因为这样我会觉得对不起捐款者。因为社工怎么可以让社福贫病的钱协助使用在单人房上面呢？所以我请他准备财税资料来，把健保里面的部分负担把它全部补掉，剩下的病房差额就让他自己慢慢的缴。这位仁兄就跑到一个航海王的基金会，请他们协助。这个基金会也打电话来问医院的社工有没有给这个病患什么样的协助吗？我就大概把前面的故事跟他分享了。结果这位基金会的先生居然告诉我说，他们还是会补他费用。你说这位仁兄有来缴钱吗？当然是没有的，怎么可能把到手的钱拿来医院把他的病房费缴掉呢？当然是不会，这笔钱是他辛苦骗来的，这也是我预期的。所以我就很不客气的跟基金会的人说，以后不用再打电话来问了，问了也是白问。还有这位仁兄赚了一笔钱，以后就不用打电话来问了，除非你要亲自带他来我们柜台缴钱，不然问了也是白问。最近还有另外一个病人利用社会福利里面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是什么呢？就是低收入户就医，非指定医疗项目，就是健保没有给付的项目，不是自己要求要使用的，而是医师说你这个疾病需要自费
使用医药材，这才有补助这个费用。这位仁兄就是装了自费涂药支架，当然他使用这个药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医药材很贵，健保没有给付，在病情上面也是有必要的，所以他又有低收入户，政府就可以补助他医疗费用上面的协助。这位仁兄在做心导管之前，已经向好几个单位哭穷，而这些单位都打电话来医院的社工室询问过。我就告诉他不用担心医疗费用啦，因为他花不到什么钱。这位仁兄希望医院帮他代垫医疗费用。对于低收入户来讲，这也是很 OK 的事，只是医院要等政府核发下来的钱是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而这个病人礼拜五晚上急诊进来，放了涂药支架，礼拜六做完就出院了，而且申请了6份诊断书。然后他回头来要社工申请医药费医院代垫作业的时候，我看到账单真的是有一点傻眼。怎么说呢？他在医院使用自费医药材，请医院代垫了12多万的费用，他根本没有付到什么钱，但是他申请了6份诊断书，我需要1份，另外5份要做什么用？他就是想要请社福机构可怜他，因为诊断书上面写着心导管涂药支架置放，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不便宜。结果呢，大家算一算，如果一个单位一张诊断书补他5000元，这个价钱还可以啦，有些机构还可能申请到1万块。那他有5张诊断书，来医院住2天1夜之旅，身上装了12万的涂药支架，没有付半毛钱，还净赚了2万5到5万块，有没有很夸张？我真的是很傻眼。或许你会问，为什么这些单位打电话来问过，还是愿意花钱补助他？这就要说，这些单位不是真正要做慈善，而是在节税，所以要努力的撒钱。重点是撒钱，把钱花光。打电话给医院社工只是查证，但有谁知道基金会的人写了什么？可能写医院社工都不补助，谁会知道呢？其实这是开社会救助的倒车，没有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只让这些人觉得大家都很好骗。这样子，这一些人这一辈子永远活在贫穷之中。有些社福单位的社工对于社会救助法也不熟悉，有什么资格可以补什么不知道，就造就了这些人永远活在贫穷当中，真是可悲。如果你是有钱的大老板，或是你喜欢帮助别人，请不要帮倒忙。难怪贫穷的人越来越多。选举过了，仍然要拜托大家，行善要有智慧，拜托拜托。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